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今天我们来玩魔方机器恐龙的飞镖。目前是一个样板阶段，并不代表大货的最终素质。我们也是来看一下设计的如何，配件的内容。一把红色的大刀，两个张开的替换手型，飞弹我们已经装在了翅膀上。此外，这一次飞镖还带了一个透明的支架，通过这一块的旋转换挡位，也可以实现不同角度的安插，在伪装形态下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效果，通透感做的还是不错的。翼龙形态下可以站立，尼龙材质做机器恐龙，这个发色的感觉就很好啊。来对比一下动画里的还原度，该有的一些元素还原的还是不错的。嘴巴这里可以打开，头部这里非常多段的活动关节，翅膀这里来回忽扇的角度也很大。从下方来看，这些元素也是很到位的。这回实现了一个缩胸的机构，让肚子下方飞行姿态的龙形看起来也不至于那么宽。各个角度来看，其实这一次飞镖的龙形做的都是没啥问题的，很好看。翼展宽度26公分左右。另外有一个元素做的很好，背包这里它专门做了一个挡肉的零件来实现这种缩短的一个弧度效果，这个跟动画片里边是一模一样的。延长了一节细细的尾巴尖儿，也是更还原动画片里边的一个感觉。要说龙形唯一欠缺的就是肚子下方会露着一个黄色的三角区，这个也是为了实现两个头的真假切换。那我们开始进入它的变形过程。首先，腿部后方这里卸开两个插扣，打开黄色的盖子，根部有一个伸缩的滑道，换一个档位，再进行锁定。咬死，脚后跟这里折下来，小腿后方的盖板折开，顺着里边的关节拉出来，再锁上。顺着膝盖里边有一个窟窿，把脚后跟插进去，在大腿后方的扣子进行锁定，推开下方的这一节面板，人形的脚部从里边卷出来，翻起后脚跟，接着这里的这块挡肉零件，我们把它折进脚踝里面去，再进行锁定。胯部这里有一个外八的撇开，把它锁上，放正。上半身的处理，打开腰部和胳膊连接的插扣，肩膀位置和大臂根部的伸缩滑道拉长，胳膊这里打开，翻出拳头，然后整个的背包顺着这里抠开后方的4点插槽，全部拉开。肩膀打开这一块的插扣，腾出更多的空间来。胸板中间这里有一个燕尾锁，所以先要拆这一侧的胸板，打开腰部下方的插扣，解锁开中部的燕尾插槽，顺着这个关节向下撇90度，中间这里有结合的插扣，锁在这个位置，把胸掰开，后边黄色的盖子立起来，顺着中间旋转180度，然后把黄色的三角区顺着裙甲这里结合锁上，拉起后方的盖板，在脊椎的根部这里有一个双段关节，我们把它缩下去。从正面看，这一节脊椎就被我们缩短了，然后肩膀上方这里的挡肉片翻起来，肚子下方这里对折180度，一出一进。接着顺着这块螺丝的转轴关节90度旋转上来，就相当于把一个长条的方块变成了压扁的方块，进行一个形状的转换，实现扩胸。看里边这个位置有一个插扣，把胸板90度翻下来锁住，另外一侧也是翻下来锁上。这里边的一个燕尾插槽对应侧面这里会多出一个扣子来，通过双关节把它挪一下，燕尾扣子锁下来，胸口这里结合，肩膀归位，里边的扣子卡住，头部双关节折下去。这里边有2个凹槽对应这个板子上边的一个定位点，把它插住，结合好以后，脑袋旋转打开，拧到正面去，
而后边这个鸟头呢往下压，把这个盖子收起来。翅膀根部有2个锁，鸟的形态插内侧，人形的时候往里折，插外侧这里进行结合。背包压平锁定住，立起来，把尾巴尖折进去，放好，再通过这一段 Z 字折叠，翅膀的面积缩窄，再把外侧对折收进来。人形我们和动画片里边再做一个对比，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身材比例是非常漂亮的，该有的一些元素还原的也是非常到位，并且身材这一块也做了一些美型的修正，显得飞镖人形的腿部不会那么细了，而符合了现在正常比例的审美。再加上开头说的尼龙的材质做机器恐龙这些角色，我个人感觉是非常合适的。从龙形到人形，和动画片里边的那种颜色2次元涂出来的效果都很接近。后背对比，翘起的尾巴尖，厚度完全可以接受的背包，以及翅膀的一个收纳宽度，再加上腿肚子后方这个圆润的感觉，飞镖2个形态的还原度做的确实是非常高的。来看细节，头雕做的还挺帅气的，做了一些美型的优化修正，脸型不错，脖子360度的旋转。开口球板抬起来可以进行一个很大的幅度，尖头的导弹这些细节缝隙里边也涂了红色，造型来说没问题，摘下来也可以当成枪握在手里边。另外插上大宝剑，这个造型做的也不错。肩膀平举可以举一个很高的幅度，360度旋转的话会被翅膀这里稍微阻碍到，我们撇开一点点就可以了。肩膀上方这里设计了独立的蝴蝶关节。甚至你可以把这块扣子解松，就可以折得更大幅度。2头肌360度旋转，胳膊肘一段关节，但曲臂幅度145度左右，手腕左右可以旋转。但这一回魔方最主要的是解决了腰部旋转的问题。多多少少以前做一些飞镖玩具的时候，因为鸟头跟这样插下来以后，这个长长的喙啊，等于是完全把腰部的左右旋转可动锁死了。魔方这一回，很鸡贼的用了一个假的鸟头，上下分了件，所以这一块可以卸开，腰部也可以实现出来魔方祖传的 Z 字折叠弯腰。旋转的话，因为分了件了，也不干涉。但是呢，背包这一块其实现在是锁定住的，所以呢，当你结合回去的时候，这一块也是无法动的，你得把背包稍微的卸开一点，提起来，左右旋转就不会影响了。侧裙甲打开，前踢可以踢到一个非常高的幅度，因为轴坐在了前方这里，裙甲也有连带着动的一个效果。但是这么做的话，后踢的干涉幅度就很大了，只能折一点点。侧踢90度没问题，这里边都是轴。大腿根部左右旋转，双关节折叠的膝盖可以跟这样对折起来，但是往回折的时候就注意这脚后跟顺着这个洞得插进去。腿部遮盖的很好啊，完全不会有什么偷胶空洞，全用盖板堵了起来，并且这一块的一个喇叭裤造型也是有的。脚踝左右整脚的接地，这里还延长了一个脚后跟来支撑它的稳定性。人形头顶13公分左右，到尖刺最高处15公分左右。机器恐龙出到现在，从官方到第三方已经出了非常多套的产品了。这其中其实飞镖是最不容易做崩的一个，所以每一家的飞镖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飞镖也有一个根本的通病，就是鸟头折下来以后锁死腰部可动。而这一次魔方终于能想着把这个问题从根源上面把它解决了，也是做了一个真假鸟头的切换，其实是一个挺鸡贼的做法。它的这个变形过程肯定是不还原动画片里边逐帧的一个演示逻辑的。而这么做的代价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看那一根长长的鸟喙藏在了背包里边，这个厚度完全可以接受啊，一点都不明显，也就是这一块会露出来一个黄色的边缘。其次的代价就是变形步骤要比直接折下来鸟头多一些。除开这些之外，胸口的造型能更像动画片里边的元素去靠拢，而且也不存在什么质量转换的技术了。解锁开了腰部可动，让飞镖可以摆出更多的姿势。
所以我觉得这么设计的话，其实还是一个利大于弊的操作啊，所以也是脑洞挺开的一个想法。此外，飞镖这个角色，其实在机器恐龙这5个成员里边，属于那种一眼就能看出来怎么变形的，无非后来的一些新产品也只是在缩胸机构上面做了一些文章，而现在呢，加入了一些新的设计，也让这款飞镖的变形结构玩起来更多的新鲜感吧。那么得嘞。大家觉得这款飞镖做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一期我们就玩到这儿吧。